根据新闻报道，当地时间6月12日下午1点40分，一架印度航空的 AI171 航班原定从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德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国际机场前往英国伦敦的盖特维克机场，我们就简称这个印度机场叫 AMD 吧。机型呢是波音787，注册号是 VTANB， 发动机型号是 GE Next。2013年12月首飞，机龄11年，机上人员242人。飞机在起飞后的初始爬升阶段遇险，机长报出了 Mayday， 随后飞机坠毁在了跑道端西南 1.5 公里处的一处医院建筑内。视频显示，飞机在下降时的起落架仍然处于放出状态，并引发了爆炸。截止掌柜写稿时，新闻报道为机上241人和医院5人在事故中死亡，1名机上旅客幸存。至于你看视频时的具体数字，你可以在弹幕里更新一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这里是店长广播，欢迎来到心有灵犀杂货铺。各位客官大家好，欢迎来到杂货铺，我是你们的掌柜。本来刚想发 ACI 最后一期的解读视频，结果呢，印度航空又出事了，还是787。由于事发突然现在能搜集到的素材非常的有限。虽然印度网民在 X 上持续输出现场照片和视频，但真正对我们解读有用的，只有那个不知道哪台座机拍下来的几十秒和不知道哪个场内监控拍下来的起飞全程。事件的具体原因，我们依然要等待官方的调查报告。但根据现有的被确认的物料，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疑点。当然，以下的疑点是基于飞行员操作得当得出的，这点我们会经常提到。首先，我们说一下起飞的疑点。飞机是远程国际，燃油呢会加很多，几乎满载。根据现场的气象报文，起飞时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这种高温，机组会设置发动机不再减推力起飞，而是输出更高的功率，以满足起飞和飞机爬升的要求。事发时的飞机载重和场外温度大概率会让这架飞机非常尊重跑道，起飞的时候剩余跑道不会很多。根据787这个飞机的特点，起飞数据由机载计算机完成，只要飞行员输入时没搞错，那就会生成一个一定能够在跑道上起飞的襟翼构型和速度数据，并且有电子检查单兜底。根据机长有8000多小时、副驾驶1000多小时的经验，出于常识判断，机组应该是经验丰富的，应该不会出现不小心输错数据、不小心没交叉检查、不小心没放襟翼、不小心没做检查单、不小心顶着起飞形态警告起飞、不小心在起飞过程中把襟翼当起落架收了、不小心出了问题还没正确处置，比如关错发动机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其次是飞机的构型，从视频中来看，飞机的起落架是放下的状态，不知道是起飞后马上就遭遇了发动机的问题导致忘收了，还是故意的保持着起落架放下的状态准备迫降。而襟翼形态只能说模糊的看起来是放了的，毕竟如果用5度襟翼，那看起来确实不那么明显。这2点是需要等待报告的。第三是一个关键视频中，飞机的 RAT 也就是冲压空气涡轮疑似放出，但视频实在是模糊，这一点我不能100%的确定。作为电控飞机， RAT 是787最后的电力和液压源，它有5个自动放出的条件。注意，这个视频是有声音的，如果我们听这架飞机飞过时的噪音，那绝对不是一个涡扇发动机在起飞时该有的声音，这点经常在机场附近拍机的朋友应该很有体会。那是不是真的双发失效了？这也需要报告解释。我们既然提到了高度，那假设飞机真的是双发失效了，我们可以补充一个知识：波音787的滑翔比在襟翼收上状态是1:17，在襟翼全放出状态是1:7。起飞襟翼介于2者中间，还靠近收上状态一些，那我们就取中值靠近1:17，那我们当个1:13左右吧。根据飞机坠毁在跑道外 1.5 公里这个数据，我们是能够逆推出飞机出现问题的高度的，即至少需要离地130米，也就是420多英尺，才能够以双发失效的状态滑行到 1.5 公里的位置。结合 AMD 机场的2-3号跑道标高是189英尺，那差不多飞机应该是在600英尺左右失去动力的。根据飞行雷达 FR24 最后捕捉到的高度数据625英尺，那说明 FR24 的数据在高度上应该没错，也大差不差是在这个高度出现的问题。那600英尺左右就是一个什么小概率事件都有可能发生的高度了，因为这个高度依然有鸟类活动，有没有可能遇到了萨利机长的问题尚不清楚。而且这个高度低到即便飞行员想正确处置，时间都不允许，因为要先识别故障，再正确的执行检查单。假设
第一时间机组就已经识别出了双发失效，那这个高度也几乎没有时间做完记忆项目，所以代入一下依然是蛮绝望的。那接地前的姿态有疑点吗？如果我们依然认为机组操作是已经尽力了的情况下，场外的陆地迫降带着起落架和大仰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两者一个是为了缓冲垂直载荷防止飞机解体，一个是为了减小水平速度让飞机尽快停下。所以如果是一片草地，那这个结果可能不至于如此惨烈，但可惜飞机扎进了一个医院的建筑群，根据现场照片来看，还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这导致飞机解体爆炸，而几乎满载的航空煤油热值又高，一瞬间的超高温火海吞没了一切，让本可能在冲击中幸存下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如果真的是双发失效，这就需要 NTSB 认真调查了，因为波音把波音飞机从没有因为设计问题而导致双发失效这句话写进了他们的手册。但如果调查结果是波音的问题，那人就丢大了。但如果是机务维护或者飞行员操作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印度的机务和飞行员培训系统有大漏洞。倘若真是维护出了问题，这就让掌柜无端联想到了1年前的一个相关新闻。这是一则2024年6月印度航空 CEO 坎贝尔在接受印度斯坦时报采访时的报道。印度航空的 CEO 曾公开指责其主要维护的服务提供商 AIESL， 称其维护质量不达标，导致航班频繁出现技术问题和延误。好了，这起事件的解读就先到这里吧，掌柜会继续追踪的，欢迎新客官点个关注。不过以印度的效率，可能我会先把 ACI 的解读发了。当然，这一期又何尝不是另一种 ACI 解读呢？